全世界最奇特的10种鸟。你知道一只小鸟能有多神奇？你见过哪些与众不同的鸟？从最会跳舞的鸟到全世界最聪明的鸟，有的小鸟会跳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漫步，有的小鸟能将它听到的所有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最奇特的小鸟第1名，它的智商竟如同7、8岁的小孩。还有最暴躁的鸟以及最蠢萌的鸟。小鸟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精彩。今天奇趣最套将为您带来10只最奇特的小鸟，让我们一起感受小鸟世界的奥秘和魅力。第10名，凤尾绿咬鹃。凤尾绿咬鹃是一种生活在中美洲的热带鸟类。这种鸟以鲜艳夺目的羽毛而闻名，尤其是雄性凤尾绿咬鹃，它的羽毛闪烁着金属般的绿色光泽，随着光线变化还能变换出多种不同的色彩，非常神奇。最让人惊艳的是凤尾绿咬鹃的尾羽。雄性凤尾绿咬鹃在交配季节会长出长达半米的尾羽，这些尾羽不仅用于吸引雌性，还能够在飞行中起到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当它们在空中翱翔时，长长的尾羽让它如同凤凰一般飘逸。在古代的玛雅文化和阿兹特克人的心目中，凤尾绿咬鹃被视为神圣的象征。他们认为凤尾绿咬鹃拥有自由不屈的灵魂，因为它在被人捕获后往往会绝食而死，因此凤尾绿咬鹃也被誉为自由之鸟。在古代玛雅文化中，凤尾绿咬鹃的羽毛非常珍贵，当时的统治者会佩戴用凤尾绿咬鹃羽毛制成的王冠，凤尾绿咬鹃的羽毛甚至还会被当作货币使用。如今危地马拉货币就是以凤尾绿咬鹃名字命名的，而且在危地马拉，凤尾绿咬鹃还被尊为国鸟，它的图案被印在这个国家的国旗和国徽上，是国家的象征。第9名，金头冠。金头冠是一种极为独特的大型鸟类，它主要栖息在非洲中东部的淡水湿地和沼泽地带。金头冠体型庞大，体长可达110至140厘米。它的羽毛是蓝灰色，脑袋后还有一小簇立起的羽毛。金头冠的喙非常宽大，长度能达到30厘米，是鸟类中最大的喙。金头冠是一种食肉动物，它主要捕食鱼类，不过有时它还会捕捉小鳄鱼和水蛇。金头冠经常会做出一些呆萌和看似有些犯傻的行为，因此它也被网友称为鸟中哈士奇。金头冠经常独自觅食，它会将头和喙垂直向下贴在胸前，长时间站在水中或藏在芦苇后等待猎物。即使下雨时被淋成落汤鸟，它也不为所动。有时候由于过于专注而显得呆头呆脑，站得久了它还会忘记自己正在捕食。不过有趣的是，有时候等了很久的猎物最后竟然是一段树枝。乌干达恩德培动物园的一只名叫寿司的金头冠还会向人低头鞠躬示意，有时它还会拔下自己的羽毛送给和它互动的人。这种友好的社交行为在动物中极为少见，也让金头冠拥有了一批粉丝。金头冠走路时看起来步伐非常沉重，它的小细腿儿撑着那看似巨大的脑袋，仿佛随时都会摔倒。然而事实上，它们也经常因为重心不稳而摔个狗啃泥，但金头冠似乎也从不气馁，爬起来继续摔倒，让人忍俊不禁。有时候金头冠还会晃动着光秃秃的脑袋，表情呆头呆脑，显得特别滑稽。第8名，华美极乐鸟。华美极乐鸟又名华美蜂鸟，它们属于极乐鸟科，是鸟类界中的珍稀物种，也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鸟尾半岛的特有物种。这种鸟以无与伦比的美丽和独特的求偶舞蹈而闻名于世。华美极乐鸟喜欢栖息在高山峻岭、人迹罕至的大森林中，它们以果实和昆虫为食。华美极乐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们的求偶舞蹈。在求偶季节，雄鸟会将附近树枝或空地清理干净，然后高声鸣叫。雌鸟一旦出现，雄鸟则会张开双翼，形成一个半椭圆形的黑色幕布，它头顶的蓝色羽片在幕布上缩小为2个蓝色的点，犹如一对明亮的蓝色眼睛。它胸前的蓝色胸盾则张开成一条蓝色的长条，看起来美丽非凡。
雄鸟通过反复跳跃的舞蹈动作来吸引雌鸟的注意，如此神奇的求偶方式发生在一只小鸟身上，显得非常独特。不过，雄鸟虽然使出浑身解数，表演了无与伦比的华丽舞蹈，但雌鸟的口味却极端的挑剔。平均来说，雄性华美极乐鸟要失败10多次才能得到雌鸟的青睐。16世纪，极乐鸟被欧洲人做成标本带回国后，这种鸟便名声大噪。极乐鸟华丽的羽毛深得西方人喜欢，很快极乐鸟的羽毛就成为西方人帽子和衣服上的装饰品。19世纪，大量极乐鸟被捕杀。如今，这种美丽的小鸟受到保护，但由于人类活动范围扩大，极乐鸟的种群数量仍在减少，并且它们也属于濒危鸟类。第7名，双垂鹤鸵。双垂鹤鸵又叫南方食火鸡，是鸵鸟目中的巨无霸，主要分布于印尼、澳大利亚北部及新几内亚。雌性鹤鸵的体重可达70千克，身高可达170厘米。双垂鹤鸵的羽毛呈蓝黑色，头部为蓝色，喉部有2个红色垂肉。它的头部还有个角质化后形成的头盔，叫做骨冕角，非常坚硬。遇到危险时，它可以用这个坚硬的角猛烈地敲击对方。不过，要说最致命的武器，还是鹤鸵的腿部以及脚趾。双垂鹤鸵不能飞，不过它的双腿粗壮有力，它的奔跑速度能达到50公里每小时，甚至能够轻松跃起1.5米高。而且，鹤鸵的3根脚趾上，中间脚趾有一个长约12厘米的尖利指甲，这根指甲超级坚硬和锋利。在发动攻击时，双垂鹤鸵会用极快的速度冲向敌人，并用脚踢倒对方。它那弯曲而锋利的爪子就像匕首一样，可以把对方的皮肉给撕开，甚至几毫米厚的铁板都能被它踢穿。鹤鸵的领地意识也很强，一旦有人或动物侵犯了它的领地或威胁到它，它就会猛烈反击。所以遇到鹤鸵，最好的方法就是远远避开，千万不要尝试着喂食或者挑衅它，它能够轻易地将人类的内脏勾出，给人造成严重的伤害。2019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男子就因为被鹤鸵袭击而死亡。在2战期间，驻新几内亚的美军军官都会告诫士兵要小心避开这种动物。2007年，双垂鹤鸵还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虽然成年后的鹤鸵几乎没有天敌，但由于人们误解和猎杀，加上栖息地减少，导致它们的数量正在不断下降。目前，双垂鹤鸵已经成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物种。第6名，红顶鹪翁。红顶鹪翁生活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中，这种鸟非常有趣，它们以独特的求偶舞蹈而闻名。红顶鹪翁属于雀形木鹪翁科，雄鸟有一身黑天鹅般的漂亮羽毛，它的头顶搭配着鲜艳的红色，眼睛周围则环绕着白色，这使得它全身色彩鲜明，非常独特。在繁殖季节，红顶鹪翁雄鸟会选择一个树枝作为自己的舞池，通过一系列复杂而优雅的动作来吸引雌鸟的注意。它们会在空中旋转，并高速拍打翅膀，并发出嗡嗡的声响。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在树枝上的表演的滑动舞步，它通过快速而频繁的小碎步在树枝上前后滑动，这套动作流畅丝滑，就如同迈克尔·杰克逊的月球漫步。而且它的脚移动得非常快，以至于我们肉眼几乎无法捕捉到它的移动轨迹。通过这些舞蹈动作，雄鸟不仅能够展示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基因优势，还能向雌鸟传达自己的领地范围和交配意愿。而雌鸟则通过观察雄鸟的舞蹈来评估其作为潜在配偶的适合度。红顶鹪翁堪称热带雨林中的舞蹈大师，它们的存在和行为展示了生物多样性的奇妙和进化的创造力。然而，由于栖息地破坏和非法捕猎等人为因素，红顶鹪翁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第5名，长耳垂伞鸟。长耳垂伞鸟是一种生活在南美洲哥伦比亚南部与厄瓜多尔西部的稀有鸟类。这种鸟浑身羽毛呈炭黑色，显得神秘莫测。它们个头硕大，一展最大可达60多厘米。
长耳垂伞鸟的雄鸟有着一个巨大的冠羽，看上去就像梳了一个漂亮的大背头，这些冠羽有时甚至能将头部完全遮盖，就像撑了一把伞，这也是它被称为伞鸟的原因。长耳垂伞鸟最奇特的是，它们的颈部有着一个十分显眼的肉垂，雄性的肉垂可达50厘米，并覆盖着短羽毛。而且雌性也有肉垂，不过相对较小。尽管它们被称作长耳垂，但实际上这个肉垂并不是耳朵。除了拥有独特的外形，长耳垂伞鸟的求偶舞蹈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在求偶季节，雄性长耳垂伞鸟会利用气体扩张自己的肉垂，而且它还会在树枝间跳跃、旋转以及展示各种优雅的姿态，以此来吸引雌性的注意。雌性伞鸟则会根据雄性个体的状态、肉垂的大小以及舞蹈的吸引力来选择配偶。为了获得雌鸟的青睐，雄鸟还会发出像牛叫一样非常低沉的哞哞声，而且它们的叫声非常响亮，800多米外都能听得见。尽管这种鸟的外表非常奇特，它的叫声也很怪异，但要想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找到一只长耳垂伞鸟并不容易。由于原始森林被滥砍滥伐，长耳垂伞鸟也正处于灭绝边缘。过去10年间，其种群数量下降了大约 30%。专家估计，目前原始森林中的长耳垂伞鸟剩余不到1万只。第4名，大鼠尾草松鸡。大鼠尾草松鸡也被称为鼠尾草鸡，它们主要分布在北美地区，是北美地区最大的松鸡物种。大鼠尾草松鸡的羽毛颜色鲜艳，尤其是雄性，拥有迷人的尾巴和扇子般的羽毛。这种鸟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那夸张的求偶方式。在求偶季节，雄性大鼠尾草松鸡会聚集在雌性栖息地附近，它们会先找一个开阔的场地作为舞台，然后雄性会挺起胸膛，利用胸前发达的气囊和肌肉快速吞吐空气，从而发出响亮的声音。这声音就像是香槟酒瓶被猛然打开时发出的砰砰声，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它们以此来吸引雌性的注意。但这还没完，它们还会进行一场精彩的舞蹈表演。雄性大鼠尾草松鸡会直立尾羽，昂首阔步地在舞台上走来走去，还不时地扇动翅膀，发出嗖嗖的声音。它们一边跳舞，一边还会观察雌性的反应，而雌性则会在一旁观察，并选择那些声音最响亮、舞蹈最优美的雄性作为自己的配偶。第3名，园丁鸟。园丁鸟是一种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鸟类，它们的体型大多和鸽子相似。雄性园丁鸟一般都拥有非常美丽的羽毛，而雌鸟的体羽则低调得多。园丁鸟最奇特的地方在于，雄性园丁鸟在求偶时会建造一个非常复杂的求偶亭，它就像一个建筑艺术家。为了吸引雌性园丁鸟，它们的求偶亭不仅结构复杂，而且装饰的特别有品味，简直就像是一个艺术品。首先，雄性园丁鸟会在领地上用小树枝筑成一个林荫小道，并用炭和唾液的混合物把求偶亭涂黑，然后还会挑选各种颜色鲜艳、形状各异的装饰品来装饰它的求偶亭，比如鲜花、水果、蜗牛壳、小石子，甚至还有一些人类丢弃的亮闪闪的物品，比如塑料瓶盖、纽扣之类的物品。他会把这些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或者挂在求偶亭的周围，让求偶亭看起来更加美丽和吸引人。等到求偶亭建好了，雄性园丁鸟就会邀请雌性园丁鸟前来参观。它还会在求偶亭旁边的场地上翩翩起舞，展示自己优美的舞姿。如果雌性园丁鸟对求偶亭和雄性园丁鸟的表演感到满意，就会同意交配。如果不满意，雄性园丁鸟就会继续装饰和改进它的求偶亭，直到吸引到满意的伴侣为止。园丁鸟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小鸟，它们可能是除了人类之外，世界上唯一会以陈列大量物品的方式来引诱伴侣的动物呢。不过，园丁鸟的种类也有很多，比如断篮园丁鸟、文园丁鸟、金庭鸟、摄政园丁鸟等等。每一种园丁鸟的建筑和装饰风格可能不尽相同。第2名，禽鸟。禽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鸟类，这种鸟拥有让人惊讶的声音模仿能力，被誉为森林里的口技大师。
它属于鸟纲雀形目禽鸟科，是澳大利亚特有的珍稀鸟类。禽鸟的体型较大，全身羽毛为浅褐色。雄鸟拥有长达70厘米的美丽尾羽，最外侧的尾羽前端会卷成弧形，看起来犹如古希腊的7弦竖琴，这也是它被称为禽鸟的原因。不过，禽鸟最让人难以置信的还是它的声音模仿能力。禽鸟几乎可以模仿它听到的任何声音。它就像是一台精密的声音模仿机器，无论是森林中其他鸟类的婉转啼鸣，还是人类活动发出的声音，如汽车喇叭声、电话铃声、相机快门声，甚至是机械运转的嘈杂声，禽鸟都能轻松模仿。而且，禽鸟模仿的声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到每种声音的音调和节奏。这种独特的声音模仿能力，使禽鸟在大自然中显得非常独特。禽鸟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么强大的声音模仿能力，主要是因为禽鸟的鸣管中有一片鸣膜，它会根据不同的气流大小发出不同的声音。更值得一提的是，普通鸟类只张有1对鸣肌，而禽鸟却拥有3对鸣肌，这使得它们在模仿声音时更加得心应手。第1名，乌鸦。你没听错，乌鸦的确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鸟。虽然我们对乌鸦似乎并不陌生，但是你不一定真的了解乌鸦。你敢相信吗？全世界有大约9000种鸟，而乌鸦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鸟。它们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复杂情境，并能表现出非常卓越的问题解决能力。研究人员做了一个乌鸦喝水的实验，他们在场地上放了2个玻璃容器，一个装了一半的水，另一个则装了一半的沙子，然后在2个容器里都放入了乌鸦最喜欢的食物。而乌鸦直接捡起地上的石头，走到水瓶旁边抛了下去，感觉到水位不够，他又多扔了一块石头，随后他便轻松吃到了食物，而放沙子的容器完全被他忽略了。之后，在另一项乌鸦喝水实验中，研究人员在玻璃瓶旁边摆放了不能沉入水中的泡沫和金属块，乌鸦依然只选择了金属块放入水瓶，并且也成功吃到了食物。更多复杂的实验表明，乌鸦的大脑具备一定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乌鸦还拥有出色的记忆力。科学家观察发现，乌鸦每年会将22000到3万颗谷物埋在40平方公里范围内。时隔1年后，它仍然可以找到大约5000个埋藏地点，同样的埋藏点，而人类1个月后只能记住2500个地点。乌鸦是一只唯一不仅会使用工具，而且还会制作工具的鸟类。例如，乌鸦会将树枝做成钩子的形状，来诱捕缝隙里的虫子，或者利用石头砸开坚果的外壳。让人惊讶的是，乌鸦也能够感受到快乐和悲伤。当同伴受伤或死亡时，乌鸦会表现出哀伤和同情。这种情感智慧也让乌鸦在所有鸟类中显得非常奇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你还知道那些奇特的小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欢迎订阅、点赞和分享，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